阿炮不要叫，干嘛？叫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鱼竿，今天就是要来拍消失的圣诞啦。话说这是我第一次拍水狼的图哦，有点紧张。好啦，大家可以看到一进来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张图，非常水狼风格的入场。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哦，好可爱哦，这边有 Merry Christmas。水狼的地图就是要好好的读，我接下来的书都会好好的读的啦，努力集满所有的卡片吧，耶！如果你都准备好了，那就跟着小精灵一起参观它是如何拯救圣诞节的吧。按下右方木按钮开始参观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要念剧情喽，注意听哦。圣诞工厂是一个凝聚了世界各地孩子们梦想与希望的工厂。圣诞老人和小精灵们准备各式各样的礼物，赠送给各地表现良好的小孩，像我一样。其实，圣诞老人之所以可以一夜之间送完所有的礼物，是因为在圣诞工厂里有一台时光机。阿炮不要叫！利用这台时光机，圣诞老人的雪橇可以在同一个夜晚奔走全部国家，将礼物送到每一个孩子手上。我是一位在圣诞工厂上班的小精灵，因为贪睡，平安夜躲在酒窖睡觉，结果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。一团红色的身影滚到了酒窖里，而门口有脚步声逐渐远去。那团身影原来是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，原来是你啊！还好你躲在这里没被抓走。有一群恐怖组织的人控制了圣诞工厂，他们想要借由时光机改变过去，改变过去来统治世界。圣诞老人边说着边把手表摘下来给我。我已经不行了，这个你拿着，这是携带式的小型时光机。哇，有了这个，你现在可以简单的往返10年前和现在。不过因为没有接上能源，它只能借由光能启动。晚上大概只有路灯的光线足够吧。可可，圣诞老人把时光机给了我，快去吧，想办法到达中控室，阻止那群家伙的野心。可恶，竟然伤害我们最敬重的圣诞老头！圣诞老头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酒窖外面是果园，从路出去就可以到达礼物工厂，然后对面就是中控室了。我得赶快到中控室才行。OK，Go go！ 例行的要搜寻一下每个角落，像是桌子中间啊这种极限跳跃的地方。哎呦，竟然有一本故事书。事实上，虽然说是圣诞工厂，但是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个庄园，毕竟我们也需要吃穿用度，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小精灵的工作和圣诞节无关，而是需要准备食物和日用品。这个酒窖其实已经没有酿造新的酒了，现在看到最新的酒也是4-5年前的。因为礼物树的发明，使得主要的果园都改种了礼物树，虽说可以省下不少制作礼物的功夫，但是我知道老头其实有点失落，因为没有果子就不能酿他最爱喝的最喜欢喝的水果酒啦。突然有一种鱼竿姐姐说故事的感觉。哇，下着雪，这是一个圣诞帽的图案吧，好可爱啊！哇，这么多箱子是要找到民国几年啊？这样子我想要在实况中全成就，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啊？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这边的果园全部找完吗？大家会不会转台啊？哦，有一本书。礼物树是约5年前才正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，利用特殊的树种加上特制的肥料，就可以让树上结出特定的礼物来，也拜其所赐，小精灵们的工作减少很多。要知道，在没有礼物树之前，所有的礼物都要手工制作包装呢。虽然我也只是个顾酒窖的小精灵，但是我很向往能够做那些伟大的工作，像是研发新树种或是中控室监控工作什么的。哇，我扮演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小精灵，不错不错，跟我本人一样。这个礼物树太过分啦，好歹也用不一样的颜色。我找到 H 啦 ，H， 哦呦，又找到一个喽，哦呦，又找到一张，该不会全部都藏在这里吧？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我现在才注意到这家伙4面都是绑缎带的，6面都是绑缎带的，这样科学吗？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绕圈圈啊，找到了，我迷路了，我连开箱子都会迷路。我是不是其实应该全部都开过？我没有那么衰吧，就是刚好没有开过的那几个就藏在里面。如果漏掉就太可怜了。我已经翻箱倒柜了，这么累了应该没有了吧？我已经快要走2圈了耶，没有这么衰吧？我应该都找过了吧？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台可爱的小车是车吧？哦，可以开。阿帕。这边有个门，你看，这是可以开的。路被大石头堵住了，有办法可以破坏后移开它吗？我前面有个门呢，侧门被锁起来了。这样就进不去了。路被堵住了，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开果园吗？哇，被干草堆堵住了。看来我们只能进行跳跃吧时空少女的活动了。时空跳跃 ，Go！ 请不要离开光源。
哇，好高科技啊！来吧 ，Go Go！ 哦，回到了10年前。哦，10年前这条路还没有开通啊。印象中那时候都是由仓库侧门进出。仓库侧门，测试品种钻石树，有没有这么厉害？哇，比美江还厉害啊！10年前的酒窖会不会不一样？10年前的酒窖中间有没有藏啊？还真的有藏东西！可恶，超大苹果树！哇，这个 size 实在是太幽默了。这有一棵树上长着西瓜的树，西瓜树，孩子们，西瓜不是长在树上的啊，这你们知道吧？水狼不要误人子弟啊！童话故事树，真的假的？测试用概念树种礼物树理论实证中，好绕口啊！礼物树其实是误打误撞之下产生出来的结果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圣诞老人因为想研发更多种类的水果酒，就希望能在北极也种些热带温带才有的水果，例如西瓜或是苹果。于是有些富有研发精神的小精灵们，经过锲而不舍的研究，终于研发了在北极也能够长出西瓜和苹果的树来。后来研究越做越大，连矿物或是书本都可以从树上长出来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有个小精灵突发奇想，问道：为什么我们不能种礼物呢？于是，一连串的研究又再次展开。一开始的礼物种出来的品质很差，不是内容物是山寨版，就是礼物外包装歪七扭八。最后终于发现症结点在于肥料，只要肥料的品质够好，就能够种出高品质的植物核来。自此，礼物树的研发就算成熟了。之后果园的礼物树越种越多，产量也越来越惊人。小精灵们终于能拥有周休2日的福利生活了。因此，我真的很钦佩那些有研发天分的同伴们。哇，礼物树耶！我也好想要种一棵哟。印象中10年前的一场地震，导致不知道哪里来的石头把这条路堵住。哎，这个门是开的，好恐怖啊！这里有个凹洞，可以做些什么吗？你可以蹲进去。太好了，侧门有开，原来这是侧门，好多箱子啊！我要先开箱子才行。哇，这是抽屉耶，好棒，好棒的设计啊！因为地震的缘故，墙壁都崩落了，外面掉了一些泥土进来。哦，那边有个洞。哦，这边有一桶水。要倒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一想就知道是要倒在凹洞里啊！原来那个凹槽不是让我站进去卖萌的。这里都没有藏字卡哦，在这种不太需要找的地方不藏，要藏在那种要翻箱倒柜的地方。倒水，然后下面应该就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难道是滴水穿石？哦，这是10年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回到10年后看会不会发生事情。为什么受伤了 ？Why？ 真的被穿石了！这个真的开嘞，真的是，我桶子消失了，太神啦！奇怪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条路？哇，我到了，这里是原来这条已经废弃的逃生通道。原来是这条已经废弃的逃生通道。这里是平常放置各种物品的仓库。我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是还蛮耳熟。水狼，这里没放东西是对的吗？我听到水狼自己的声音，感觉好奇怪啊！而且你在这边又放了一堆箱子啊，箱子地图啊，S 哦，找到 S 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差6个。虽然果园的路和仓库的门都被封起来了，不过不要吵我。如果可以从仓库上方的天窗出去，真的假的啊？这个怎么出去？园艺用剪刀可以轻易的剪下树苗而不伤害到它。不过这把剪刀很旧，应该只能再用一次，还是谨慎使用吧。树苗侧门是锁起来的，看来要回果园还是只能从地下通道。烂透了。10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哦。树苗，我们来砍一棵，随便啊，这个。完全懂了，那个泥土嘛，对不对？10年就长成巨大的树，我就可以上去啊！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开玩笑。10年之后，
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。走错路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谢谢大家今天来我的演唱会。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上面的朋友，对不起。